我們來比賽一下。來，第一屆大宣杯槓鈴臥推大賽。来，加油加油加油！好，可以。直接力竭。这是2年前的我，这是现在的我。从我的 InBody 報告可以發現，我的肌肉這2年掉了超過2公斤，而這是一個年近40歲的人很常遇到的問題。你的肌肉逐年的下降，每年可能是1%到2%的流失的速度，特別是在你的下肢、你的核心的肌肉流失越明顯。而因為你肌肉的流失會造成你代謝的下降，所以你吃的東西可能跟以前一樣，熱量也差不多，但你卻發現你的腰圍越來越粗，內臟脂肪越來越多，這都是因為肌肉流失之後影響你代謝的一個後果。而第3個身體變化是睾固酮會開始逐年下降，30歲之後，你的睾固酮每年就會下降1%到2%，這會讓你開始變得沒有精神活力，增肌減脂變得非常困難，甚至你的血糖開始失控，你的性慾、性功能都開始受到影響。這是年紀造成睾固酮影響的結果。當然，身為一個醫師，不能眼睜睜看這些狀況持續的惡化下去。而作為一個工作很忙碌又要顧小孩的二寶爸，我決定挑戰一件事情：只要透過居家的訓練方式，就能達到增肌的效果。加上我的飲食、營養策略的調整，來改善身體的狀況。不過特別提醒一下我們觀眾朋友，由於本身有三高、糖胖、呼吸肌少的問題，還是建議到初診所找醫生聊聊，制定屬於你專屬的治療以及改善的策略哦。點擊右上方按鈕，檢測男性荷爾蒙失衡的風險，檢測你身體還剩下多少馬力。好，話不多說，那我們現在就趕快出發到運動用品店來安排我的居家增肌訓練課程嘍。老實說啊，我也買過不少器材，像是壺鈴啊、彈力帶、啞鈴都買過，可是練起來呢，效果就是不怎麼樣。所以我今天就要來這邊請教我們的運動專家，幫我規劃一套如何居家的有效訓練方式。大家好，我是迪航的運動專家，我叫查理。我們今天主要就是幫李醫師設計一個就是專門 for 居家訓練的一個肌肥大的一個訓練模式，就是所有全身的部位都可以訓練到。那我們可以採取的一個原理是比較偏向是代謝壓力，就是我們盡量去拉長我們的訓練的次數或是組數，那可以有效達到一個一樣肌肥大的一個效果。第一個的話，我們的胸大肌的一個訓練，我們其實就是把雙手就是放在兩側，放在兩側之後呢，可以直接就是繞過你的身體，把它置於就是你的背部的上方這邊，然後讓這個彈力帶卡在肩膀跟手的這個部位。第一個動作重點就是记得一定要沉肩，很多人在做胸推的時候會忘記，就是說，他肩膀會越來越聳，就練到的都是你的斜方，你的脖子就越來越酸。第二個動作重點就是你的手肘大概跟你的身體是成為大概45度，那我們就可以往前先試推看看，往前去做集中的动作，动作可以稍微停留一下，然後来之後可以慢慢的放。你要想象就是胸已經在發力，然後讓這個動作往前帶，不是說我手直接往前推。我們下一個的話會講到是我們的腿部的訓練，這個動作的重點是就是握牢之後不要去遠離你的身體，這樣去貼近你的身體。我們的臀往後推的時候，同時這個壺鈴往下帶。重點要提醒大家就是我們的脊椎的部分，我們不要彎腰，也不要拱背，這時候會感覺到我們的臀大肌跟我們的腿後側正在發力。起来的時候也不用刻意的去推我們的髖，就是站直就可以了。然後下降的部位，每個人活動度不一樣，所以你可以採取你自己舒適的一個角度。我們今天的話會做的是俯身划船的動作。首先我們需要一張椅子，然後我们可以把我們的膝蓋跟手就是放在側邊。動作重點是我們一樣手不要開，我們把手肘往斜後方去帶。然後還有一個很大需要留意的地方是我們不要用甩的，很多人在做的時候會這樣，這其實是一個錯誤的動作。那一樣就可以配我們的呼吸，上提的時候吐氣。然後下放的時候吸氣。那我非常期待要開始60天的挑戰，把我失去的肌肉趕快再練回來。那我們就希望李醫師可以增肌成功。除了運動的訓練以外呢，營養補充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要增肌的話，一定要吃蛋白質。好，希望我接下來每天可以吃到每公斤體重的1.6克蛋白質。如果整天總量吃得不夠，可能甚至會在睡前補充所謂的各蛋白，來幫助我的肌肉的修復跟生長。那除了蛋白質以外，我會吃肌酸。那肌酸有助於我運動的表現，還有肌肉的合成。而除了蛋白質跟肌酸，不要忘記碳水化合物，就是澱粉的攝取哦。你千萬不要在無碳的時候、不吃澱粉的時候來做運動，這樣不只是運動表現會很差，對於你的肌肉的肥大都是沒有幫助的。那除了運動跟營養以外呢，我中間也會規劃一系列的荷爾蒙以及體組成分析的追蹤，一邊練一邊吃，還有一邊觀察身體的變化有沒有在正確增肌的軌道上。总結這次計劃的3大重點：第一，居家的肌肥大訓練；第二，醫學營養的補充策略；第三，科學化的數據追蹤。話不多說，我們60天挑戰開始吧！
那主要還是心態上跟生理上的消耗，就是整天這樣工作下來啊，其實體力已經沒有了。你可能回到家，心理上非常的耗竭，就會變成一種什麼都不想做的狀況，你就完全沒有動力想要去做運動。所以我覺得心理上的這種耗竭，這幾周下來還需要趕快去調適的地方。但是只要有時間，我會去做。就像我在診間也常跟我們客人講，你的飲食的計劃不可能一個禮拜7天每一餐都做到非常非常理想，但至少你慢慢的做到5成以上、7成以上到8成，那到8成的話，效果其實就慢慢出來了。那我自己也發現，其實這樣很零碎的時間，每天只要有訓練，哪怕只是1組、2組、3組，這樣累加起來，其實效果比我想象中好蠻多的。因為我是比較像是專注在每個肌群的訓練，並沒有特重哪一個部分，但是每個地方的感受度都差蠻多的。像是引體向上好了，我一剛裝上去的時候，我好像只拉了1下還2下，我就拉不上去了。可是我現在一次做下來，我可以寬握、窄握、反手，一次都可以做個5、6下沒有問題。所以我覺得體感上的進步也是非常棒的。那如果提到這一套訓練有沒有什麼比較辛苦的地方，不是我們想象到時間或是空間上的限制，反而是我要怎麼讓身體能夠快速的恢復。比如說我睡前只要有做一些肌肉的伸展，或者比較簡單放鬆的瑜伽，還有一些呼吸訓練的話，我覺得那一天的睡眠品質就會特別的好。那睡眠品質特別好的時候，我隔天要再去訓練的時候，我覺得感覺整個身體修復狀況也特別好蠻多的。其實我自己覺得飲食上並沒有太多被剥奪或是被限制的感覺，因為我本來的飲食就還是有一套自己的一些原則在。如果真的有挑戰的話，其實是早餐跟午餐。我一早通常都是要很快就去趕高鐵，要去高雄上班，然後一到了診所就開始要進入看診狀態，我完全沒有時間可以停下來吃東西。那有時候一中午的時間可能看診 delay， 我也沒有太長時間可以好好的坐下來吃東西，所以早餐跟午餐的營養，我覺得對我來說是蠻的挑戰。補給的部分，我覺得肌酸讓我感覺非常不錯，不管是在力量的恢復或身體的修復的速度上，我覺得感受都差蠻多的。嗨，大家好，我們現在来到了健身工厂，因為我在健身增肌這段時間，開始遇到一點心態還有身體上的瓶頸，所以我們特別請了我們初日減重非常成功、健康的案例霸軒來幫我一把。你1、2好久不見。霸軒想問一下，你自己好像也是在建工的中華場健身？对对对，我健身非常久，一直以來都在建工。对啊，没有。不過你好像還自己打造了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轟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你最推薦轟菌要怎麼樣去建造？如果以打造轟菌來講的話，必要的一定是史密斯機，就是那個史密斯機，就是它有龍門架嘛，对不对？然後同時又有滑輪，对，又可以做 keyboard， 就是它是一個本體。那本体你可以做很多的延伸跟附加運動，它基本上你全都可以練到。啊，如果你真的空間不允许，最基本的就是卧推椅加哑铃，你不要小看哑鈴，哑鈴加1組卧推椅，基本上你全身都能練到。那動作上你最推什麼？我自己最喜歡的当然就是自由槓的卧推。背部的話，其實我最喜歡的是 T bar， 但是這個我家裡沒有，所以我一定要到建工。我在家裡面的話，第一個一定做啞鈴划船。我反而蠻推薦新手盡量做單邊動作。單邊動作。對對，因為我以前的話，剛開始練的時候，我喜歡用槓鈴的划船，但是我後來發現我做單臂划船的時候更有感。腿的話，我原本是自由槓的深蹲，但是由於我最近蛮突出，所以我現在都改保加利亞分腿肚。你自己也練了2年了，告訴他你怎麼樣撐過來？這就是轟菌重要性啊！我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走到轟菌，我會先走有氧。其實已經把訓練融入到你的生活裡面去。我覺得是每次健身完之後都超爽的。以前的話是我會有空閒的時間，我會拿來玩手機，但是我後來玩遊戲完之後，你會有一種空虛感，然後有罪惡感。你也知道，現代都市人在這種快節奏生活中，就是會覺得說，哦，我好像在荒廢我自己的人生。我怎麼這2個時間不拿來充實自己？我每次在我工作很累的時候，超級不想去運動，但是最後你還是咬着牙去了。然後練完的那一刻，你就覺得說好爽，那個一整個內啡肽就上來，超爽，就腦內啡讓你覺得很快樂。對，我會覺得說謝謝我自己。沒錯，而且我覺得這個也是跟多巴胺有點關係。所以運動完，通常有些人反而會有點亢奮，沒辦法好好的睡覺。是，就是因為內啡肽分泌的不錯。那我們講，如果另外一個是慢速的多巴胺，會讓你長時間下來更有驅動力，想要去做這件事情。我覺得這也是運動到後期，你身體會自然而然產生一個很好的反應，就一個正循環，你就不會想說，我要靠垃圾食物或是一些滑手機去達到讓你身體很放鬆的效果。那李醫師，我聽說你最近在實施這個60天的增肌計劃啊，你目前你覺得最有感的在家裡面的自主訓練是什麼？目前我用主要是彈力帶跟啞鈴為主。彈力帶，哇，你是用好幾條是不是？你是用50條這樣子？用1條。用彈力帶是比較像是夾胸，比較像飛鳥的感覺，這是彈力帶胸可以做的訓練。那第2個是啞鈴，我會拿來做划船。啞鈴划船，我覺得那個 CP 值也算蠻高的。目前是在這幾個動作，我覺得 CP 值比較高。那這個就是我們剛才提到，就是如果你在家裡想做引體向上，那可能你本身體重比較重，就用彈力帶來做輔助。你只要很簡單把它掛上去，然後穿的時候腳放在這裡，你就會覺得好像有人在下面推你的感覺，有一個 push 的感覺。對。快跟着李醫師一起在家找回理想體態，點擊右上方按鈕，測出你的居家運動等級。
我想問一下霸軒啊，練了2年多的時間，你到了哪一個时間點開始覺得自己的狀態已經完全不一樣？其實我練到1年的時候，我就有迷之自信。我覺得我的重量好像不是一般人可以拉的重量，有比一般没有健身的人壮一點。那如果講外表的話，就是因為體重其實掉蠻多的嘛。是。那後面你這樣整個瘦下來之後，你沒有覺得別人看你的眼光有沒有什麼落差？我覺得瘦下来之後，整體的比例會好看一點点。所以以前我不止一次被粉絲認出來，就說你本人好矮哦，还有你本人看起来好胖哦。但是我真的健身之後說，哦，霸軒你本人有壯哎，然後你觉得哈哈哈，減重的当下還是真的要配合運動，更注重減掉不是只有體重啊，你還是要變得更健康才对。对，我們除了體重下降，體態更重要，就讓自己變得更好。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自信的来源。另一半也会很有自信，可以看看我老公長什麼樣子。那最後一題就是2年多下來，心理上的素質的提升，或者是身體上體態的改变，你覺得哪一個是影響你最大？其實我覺得減脂還是影響我最大。訓練的這2年，我肌肉量是一直在提升的。对。但是肌肉量提升，其實对我的心態，我頂多就是說，我很喜歡練舉重，然後我覺得有力量一直在提升，我很開心。但是真的讓我又升華到下個階段的時候，就是我找到李唐月醫師的時候，那時候我的體重開始有計劃性，因為以前我只是專項於重量訓練，或者一直想要增加身體的重量跟肌肉的狀態。對，但是有計劃性的、目標性的減脂下來的時候，看着自己的目標一直下降，那個開心的感覺。而且你以前練得很壯，大家就說你越來越胖，你真的變瘦的時候，他們不會說你變瘦，他會說哦，霸軒你變壯了。反而是你的體脂在下，就是脂肪在減少，別人才會覺得你壯。所以真的開心的時候是瘦下來的時候。不錯，這個分享也蠻重要的。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小考一下？沒問題，我們來比賽一下。來，第1屆霸軒杯槓鈴臥推大賽，加油！來，1，來加油，5，好，可以，直接力竭，1、2。再来，11，榨乾它，做一下，12，點到胸了，應該還可以。哇，好爽哦！結果跟我想的一樣，完全慘敗，就是5比12。沒有，而且霸軒後來應該還有再繼續。沒有，我只能說我們的2流會不一樣，就是我是注重那個重量的，那個李醫師的話是注重感受度。其實我覺得健身這一塊的重量一直都是其次，最重要是什麼？一不要受傷，然後第2點是我們肌肉能夠穩定成長。只要這2點有達到，那其實我就覺得足夠。感謝今天霸軒特別來台中。對，我們謝謝李醫師。好，謝謝霸軒。今天是增肌計劃第50天，那我現在打了呢，這是一個高濃度的一個抗氧化的營養點滴。那為什麼要打這個點滴呢？因為其實我們在訓練的過程中，不管是你做重訓，或是做高強度的運動，其實你身體的耗氧量都是平常的10幾20倍。那這個過程中，你的能量系統為了去燃燒這個能量，就會產生很多的所謂的自由基。那同時你在重訓的時候，你的肌肉其實會有一些微細的纖維的撕裂。那這些反應短暫的讓身體有點壓力，其實是 OK 的，因為這種殺不死你的壓力就會讓你變得更強壯。可是如果你平常又工作忙碌啊，睡眠沒那麼好，那吃東西可能有1、2天飲食不是那麼的均衡，沒辦法攝取到足夠的營養素，那身體就很容易累積過量的發炎物質，那這就可能會造成你身體的疲勞、恢復的狀況比較差，甚至容易有延遲性的酸痛。再加上壓力的皮質醇如果是高的話，你的增肌的效果就會打折扣。所以我通常都會安排在訓練的隔天來做這個點滴的施打，那我覺得可以去讓大量的這些營養素進到我身體裡面，去達到平衡壓力，改善這個疲勞。所以我覺得點滴對我來說其實蠻有幫助的。就算你沒有要增肌好了，其實在減重過程中，不要讓身體那麼容易產生發炎的狀態，壓力荷爾蒙可以比較緩解下來，其實對減重也都很有幫助。所以蠻推薦，不管是你要增肌、減重，或是讓身體更健康的朋友，都可以來安排這個點滴的施打。我在跟迪卡儂教練查理在討論了一下，那他有幫我設計了一個叫保加利亞的分腿蹲。那我覺得這個動作 CP 值非常的高，因為第一個在家裡就可以做，第二個是它不需要任何大重量的器材，着重的是在於你動作的穩定跟你的感受度，它对於臀腿的肌肉刺激都非常的好。那這也是我們在重訓的時候要注意的。如果你用一樣的動作、一樣的重量去訓練的時候，你的肌肉就不會再生長，你要給它一點新的刺激，再去輕微的去破壞它、刺激它一下，它就會變得更強壯。再過10天，就是我們60天的增肌計劃要來成果發表的時候，我也非常期待這個結果的發表。最近呢，我用了我們診所 InBody 的體組成量測，而這台 InBody 770是屬於最高階的醫療旗艦級的型號，所以呢，它也能夠獲得更多身體的資訊，包括像是全身相位角，而全身相位角就反映出我們身體的細胞膜通透性以及營養的健康的狀態。
而一般來說，正常的相位角應該位於 4.6 到 5.7 以上。而男生因為細胞內水比比較高，肌肉強度比較高，所以比較高一點，落於 6.0 到 7.8 之間。而至於我測出來的數據，早上是 6.1， 下午是 6.4， 整体來說也不算太差。好，各位，我們現在已經來到60天增肌計劃的尾聲，那今天就要來成果發表，來看一下我的 InBody 2個月下來是怎樣的變化。那我們先看一開始的時候量呢，我的體脂率是 18.2%， 然後體重是 73.2 公斤。那這個體脂率算是來到我近期的新高點，我以前的體脂率大概就是14、15附近。第一次量的肌肉量是 33.7 公斤。也算是近期肌肉量的低點，那平常的肌肉量大概就是35、36附近。经過1個月的訓練跟身體的調整之後呢，其實體脂降蠻多的哦，體脂率從 18.2 降到 15.8， 體脂肪重量從 13.3 降到 11.6 公斤。那這時候肌肉的變化也還不錯，肌肉從 33.7 公斤長到了35公斤。這第1個月的狀況，我個人還是蠻滿意的，因為就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增肌，同時又有減脂的狀況。那我們來看一下60天之後，最後也是量測的結果，結果體重來到 76.1 公斤，算是我減重之後人生的新高啊。不過體脂率不錯哦，已經來到 14.4%， 表示我的脂肪沒有增加。而肌肉量呢，有量到37公斤，所以從原本的 33.7 到60天之後，已经達到37公斤。所以我在這邊宣布，我的增肌計劃大成功了。這個60天的增肌計劃呢，只是一個開始，不會是個結束。我接下來會讓自己變得更強壯，而且下個月呢，我也去追蹤我在這個計劃初期量測的睾固酮的數值，看它變化如何。當然，如果你有增肌減脂的困擾，都歡迎來初日診所找我聊聊，我會幫你擬定你專屬的增肌計劃。而喜歡我的頻道呢，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並且開啟小鈴鐺，就可以獲取更多健康知識哦。我們下期再見啦，拜拜。